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人与人的交往是件很微妙的事情，有些人无论走到哪儿，身边都不缺朋友，他们在任何一个圈子里都有人追随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缘。但有些人却相反，无论何时都是自己孤身一人，遇到困难了也没人帮助他们，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缘差。那么我们如何从面相上看出一个人的人缘好坏呢？下面大佬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人缘好的面相特征。额头饱满光洁。从面相上来看，额头人之神灯所在，代表人的家庭出身和早年运程，是命宫、官禄宫之所在，掌管人的基本命运和事业官禄，以及个人的头脑和智慧。额头生得光洁明润，饱满不塌陷，没有恶痣与乱纹的人，无论宽窄都有较好的家庭出身，天生招人喜欢，人缘好，走到哪儿都能遇到帮助他的人。弯月眉，眉毛和眼睛是一个人面貌的画龙点睛之处，眉毛的好坏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情好坏。眉毛生得清秀弯长，没有腻毛，像弯弯的月亮一样，俗称弯月眉。这样的人通常性情中和，善解人意，心境开朗，待人亲切，因此人缘很好，而且特别得异性的喜欢，有异性贵人缘。印堂开阔，在面相中将两眉间的部位称为印堂，也是命宫之所在。此部位宜生得平满开阔，不被两眉相侵。这样的人心胸宽广，性格乐观，讲义气，多能得到朋友的信赖，以得知心朋友和忠心下属。眼睛黑白分明，眼睛是整个面相最重要之处，用以观察人之善恶、贤愚、人格之高尚或卑劣，决断力之快慢、体质之强弱及运气之好坏等。眼睛黑白分明，也就是眼睛黑眼球多，白眼球少。这样的人通常都很聪明，而且有灵气，善于观察事物，看问题能够一针见血，很会寻找机会和把握机会，处事圆融，善解人意，人缘通常都不错。眉眼间距宽，在面相中将眉毛和眼睛之间的部位称为田宅宫，此部位如生得宽广明润，不被眉毛压，其人比性情豁达中和，为人忠厚诚实，人际关系良好，易得贵人相助，因此多能事业成功，早至田产。眼角有向上鱼尾纹，在面相中将眼角部位称为夫妻宫，也叫奸门，掌管人的感情、婚姻及桃花运势。假如在两眼的眼角处出现向上挑起的鱼尾纹，这样的人有着极佳的异性缘，能得到异性贵人的帮助，从而在事业和财运上顺风顺水。耳朵红润且轮廓分明，耳朵被称为彩庭官，掌管人的健康、智慧、福禄及少年运程。如果一个人耳朵颜色润白中微微透红，并且轮廓分明的话，必为头脑聪明、心灵通透、灵巧之人，很会处理人际关系，善于社交，人缘广，贵人多，事业兴旺，财源滚滚。嘴角向上弯起，嘴巴为出纳官，主饮食及言语。假如嘴巴生得形状端正，口大有收，唇红齿白，嘴角向上弯起的话，其人必性格开朗，善于表达，时常面带微笑，非常招人喜欢，从而拥有很好的人缘。嘴角有欢带纹，欢带纹是指上下嘴唇上有一排细小整齐的纵向纹路，这样的人很喜欢笑，为人友好亲切，所以深受身边的人喜欢。这种面相的人不仅人缘好，异性缘也是不错的。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之人，一般人缘好，多贵人相助，运势较好。但相反，如果你没有以上特征，反而中了以下命理特征，一般人缘较差，感情事业皆受阻，一生难有大成。
眉短于目。眉短于目的人性情孤僻，做事有始无终，性情急躁，喜冒险和争斗，没有忍耐力，看待问题过多情绪化，自私自利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先为自己考虑，就算是亲人也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问题。由于这类人脾气暴躁，容易发怒，所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，容易生病，甚至短寿。三白眼、四白眼，眼睛白多黑少，就是眼睛中间的核仁很小，而周围的白眼度很大，比如三白眼和四白眼。拥有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性格孤僻、冷酷、狡猾，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，而且性情暴躁，似乎对他们来说，只要一发脾气就能解决一切问题。故此与他们交往，可要慎之又慎，不然自己随时可能有厄运降临。三角眼，眼皮无力，眼角下塌，眼睛形如三角的人个性较为孤僻，不懂变通，不太圆滑，内心也比较固执，难以改变，情绪上会极不稳定，目中无人，脾气不好，特别是对于亲近的人，脾气古怪异常，难让人招架。鼻梁起结，鼻头沟曲，鼻梁起结，状如驼峰，再配以鹰钩一样的鼻头，这样的人性格孤僻，唯我独尊，有我无他，私见较深，不能公平处事，工于心计而精于算计他人，这样面相的人不适合长久交往。山根尖细，山根上皆印堂，下应鼻弓，代表一个人福气和根基，因此要求山根要有气、得气。假如山根尖细的话，则为是湿气的表现。山根尖细、鼻梁削尖的人个性比较孤僻沉闷，喜欢独处，而不善于与人交往，甚至有的时候会刻意的与周围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这类人大多难以继承家业，或者自己出生之前家业就已经衰败了。腹床口，嘴型口角下垂，唇呈猪肝色，称为腹床口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个性倔强孤僻，心胸狭窄，常在心里记恨别人，很难与别人相处，久而久之，身边朋友越来越少，到老时便容易形单影只，孤单一人。人中有十字纹，人中有十字纹的人比较重视精神追求，倾向宗教信仰，喜欢研究命理，意志力比较坚定，但是有些性格孤僻，自命清高，婚姻和子女运比较差，与子女缘分薄弱，容易沟通不良，反倒是认养的孩子会比较孝顺，大多孤独终老。左右脸不对称，我们的脸都是以鼻子为中轴，假如面部两边骨肉不对称，被视为凶相。若得好的耳相，尚有武德，但如果耳相、眼相都不佳，则沦为小人和恶人。其人个性孤僻，自卑感重，且心胸狭窄，容易记仇，人际关系的互动较差。肩喉下巴颧骨过高突露骨，颧骨过高突出露骨，加上下巴尖小无肉的人会与人交流，但说话处事方法不对，常会得罪他人，人缘极差。而且这类人由于颧骨太高，有露骨之相，最大的缺点就是随喜好下令，差遣他人做事，在上司、老板眼前总喜爱表现，尽管很喜欢融入到人群的团体里，然而这类人的人缘依旧极差，穷穷竭力，孤影相随。眉间杂乱，人中广厚。人中广厚的人，即使是做错了，也不懂得说抱歉，死要面子，死要理。眉间杂乱的人，无论男女都长得不好，让人看了有些后怕，会选择敬而远之。有这类面相的人，人缘相差之大，对于别人的好意或是帮助，不但感受不到，而且冷漠处之，因此生出种种的怨恨。俗话说，相由心生，一个人是忠厚老实，还是阴险狡诈，都可以从面相上反映出来。如果在与人……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贫贱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穷困又没有社会地位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
一个贫贱命的人必定会有贫贱的相貌特征。通过观察其相貌体征，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贫贱命。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讲一讲女人和男人有哪些面相特征，一生比较穷苦。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一、女人的10大贫贱之相。一、耳垂小。如果一个女人耳垂非常小，或者是没有耳垂的话，说明命格是非常差的，从小生活坎坷，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拥有富贵理想的生活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也不是很稳定，很容易患上一些重大的疾病。二、连心眉。如果一个女人是连心眉，也就是2条眉毛连在一起，将印堂遮住的话，说明心胸狭隘，嫉妒心非常强，眼睛里容不得别人，属于斤斤计较的类型。这种类型的女人人际关系极差，生活当中容易得罪人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更没有贵人帮助。三、朝天鼻。如果一个女人是朝天鼻的话，说明有破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手中存不住钱，就算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财富流失。并且猪鼻子的女人大多性格大大咧咧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四、额头凹凸不平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凹凸不平，有凹陷或者歪斜的情况的话，说明自身的命格是非常苦楚的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，生活经历非常复杂，尤其是到晚年时期，大多会孤苦一人，无法安享晚年。五、双眼无神。如果一个女人双眼无神，就像死鱼眼一样，给人一种没有精气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感情比较坎坷，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，并且婚后的感情状态也非常不稳定，离婚的概率极高。另外，双眼无神的女人身体情况不是很好，抵抗力差，容易遭遇疾病的侵袭。六、山根有起结。如果一个女人山根有起结的情况，说明在婚姻关系方面是非常不如意的。这种女人选择男人没有眼光，容易遇到渣男，婚后的生活可谓是多灾多难，不仅与丈夫之间矛盾重重，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不好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众叛亲离的情况。七、牙齿漏风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漏风是非常不好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口齿不清，语言表达能力较弱，难以担负重任，在工作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不如意的，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，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和麻烦。八、颧骨高。如果一个女人颧骨较高的话，是典型的克夫之相，不仅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磨难，自身的命格也很苦楚，一生坎坷不断，命运多舛。九、眉毛尾部稀疏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尾部比较稀疏，说明命中会有散财的风险，时常会因为物质所困，很难拥有富贵的生活。10、嘴巴大。嘴大的女人命格也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嘴大的女人往往口无遮拦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也会招惹很多是非与麻烦。财运方面也会因为没有节制的消耗而损失钱财，难以有丰厚的储蓄，所以时常会有经济拮据的窘境。2、男人的10大贫贱相。1、两眼无神。
如果一个男人的两眼无神，总是给人一种刚睡醒的感觉，说明是非常没有精气神的，做事也没有耐心，对于生活总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打拼精神，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，因此生活状态也会非常坎坷。2. 两腮无肉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两腮无肉，给人的感觉非常寡淡，说明生活状态不是很如意，尤其在财富方面难以聚财，生活质量不是很好，同时也难以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。3. 鼻梁凹陷。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凹陷，说明一生孤苦，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，经济状态非常拮据，时常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。另外，这种类型的男人对感情的态度也很随意，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。4. 牙齿参差不齐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参差不齐是典型的漏财之兆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会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，即便赚钱能力再强，也难以聚集财富，生活质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差。5. 头发枯黄。如果一个男人头发枯黄没有光泽，说明健康情况不是很好，在生活当中会被疾病困扰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。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意志力薄弱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被诱惑干扰，尤其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，很容易做出不法的行为，因此也会把自己推向绝境。6. 桃花眼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是桃花眼的话，说明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不忠心的，婚后容易做出背叛家庭的行为。正因为他们的感情状态不稳定，所以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，甚至还会因为感情问题而陷入人事纠纷，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。7. 声音柔弱低微。声音柔弱低微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，因为这种特征的男人大多缺乏魄力，做事不够果断积极，很容易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自信和坚定的立场，因此也很难受到他人的信任，给自己的发展造成很多不利。8. 眼神浑浊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浑浊，黑白不分的话，说明会有破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心术不正，做事没有耐心，为人自私自利，凡事只考虑个人得失，没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观念。9. 嘴歪。如果一个男人嘴歪的话，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。嘴歪的男人大多口齿不清，说话含糊其辞，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好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人给予帮助，再加上资质平庸，所以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如意的。10. 形象不佳。如果一个男人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流氓地痞一样，完全没有绅士风度，那么这种类型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。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自身运势越来越差，会经历很多坎坷与磨难。如果一个人有上述这些相学上的缺点，就很难有宏大发展。少数一项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弥补，若是吻合的项目越多，那就越糟。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更改，天生此相只能认了。不过心地一定要善良，行事讲正义。今天的节目，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阴险狡诈的人，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就要提高警惕。
下面大佬给大家讲解一些阴险小人的相学特征，在交友时大家可以参考了解。一、鼻子，鼻梁没有肉，骨头特别突出，配合鼻尖无肉而鼻头呈沟壑，不够端正匀称，此种人心理阴暗，性格阴险，不够光明磊落，喜欢算计他人，内心刻薄，比较工于心计。鼻歪或人中歪的人心术不端，办事喜走偏门，喜欢在人背后搬弄是非。二、眉毛，两眉之间的印堂若过于狭窄，人中短，眉毛眉头带尖而杂乱，颧骨突出，这种人心胸狭窄，办事偏激，而且刚愎自用，不够谦虚诚恳，为人喜欢斤斤计较，具有相当的攻击他人的心理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很难想开，不容易被自己开导。三、印堂狭窄，人中短，心胸狭窄，两眉之间的印堂若过于狭窄，人中又很短，这种人心胸狭窄，见不得别人好。若有人在他面前夸赞某人工作很卖力，他可能会当场说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。像这样的人，他会比较劳碌，因为他怕事情交代出去，功劳会被抢走，所以就样样自己来。如果你的主管是这样的面相，千万不要跟他抢功劳，就算功劳是你的，你也要把所有的功劳都给他，就可以避免他在你后面扯后腿了。四、嘴小紧口，心难容人，嘴型太小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是自我优越感很强的人，在他们眼里，全天下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贵族和才子，别人可以做剑士或是受苦受难，他们就不行，因为他们和一般人不一样。再者，全天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也是他们自己，别人都只能为他们鼓掌，一旦有别的贱人或是出身卑微的人才华胜过他们，他们就要抓狂或是搞破坏。五、鼻梁骨突出，同时有3白眼，有这种面相的人不只见不得别人好，而且会有很强的报复心态。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和她一起做室友，她可能会在这位美丽室友的化妆品里动一点手脚，让这位室友不再美丽。在这种人面前，也千万不要过度称赞别人，因为他很会记恨，这时候你就要多多称赞他。虽然你称赞有这种面相的人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，但至少他不会拿你开刀，在他面前说话更是要小心。若可以的话，最好离这种人远一点。6. 上唇短缩，闲话多。上唇内缩短窄的人最喜欢论人是非，到处说人闲话。这种上唇短缩的人性情上就比较自我主义，对自己很没信心，对别人也常疑神疑鬼。只要某个人有点不在乎他，或是没有特别尊重他，他就会开始唠叨抱怨。平时已是如此，一旦哪一天你真的得罪他，那么他会很严厉地批判你，在你背后更会东加3分西加5分的替你传播恶名。7. 贼眼乱，飘言无信，眼小细短而浅，说起话来不停东瞄西瞄，就怕人家透过他的眼睛看穿他的心事般，或者说话时直眨眼，一副十分心虚的模样，就叫贼眼。有贼眼的人经常在一开始会放低姿态，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，但面临利益冲突或生死关头时，有贼眼的人较容易背弃自己的诺言。8. 鹰钩鼻。鹰钩鼻的特点就是鼻梁薄薄的，没有肉，而且突出，鼻头的前端垂下来，尖尖的。如果你有这样面相的同行，一定要小心。这种面相的人只考虑自己，凡事会精打细算，尤其在钱财面前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会使用阴险狡诈的一面来对付你。9. 眉凸眼凹。眉骨突出的人思虑必远，但脾气倔强，翻脸无情。
眼睛凹陷必六亲不认，人情冷漠，亲情薄。如果有对他们不满的时候，就算是家里人，他也会用阴险狡诈的方法来对付你。10. 颧骨下塌。颧骨隆起的人有魄力有胆识，而颧骨下塌之人做事不光明，又不甘心被领导，会在暗地里使用阴险狡诈的方法对付挡他前途的人，令他防不胜防。11. 牙齿凹陷。我们正常的人牙齿都非常整齐，如果牙齿往里面深凹的人，脾气暴躁，行不言于色，你永远琢磨不透他的想法，而且做事阴险狡诈。12. 印堂狭窄，人中短。在面相中，印堂被称为命宫，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地、性情和整体命运走势。印堂被两眉侵占，过于狭窄的人往往心胸都不够宽广，遇事容易钻牛角尖，而且刚愎自用，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，为人处事斤斤计较，嫉妒心强，且容易记恨别人。假如人中再生得短的话，更会加重其人的偏激心理，见不得别人好，说话尖酸刻薄，而且喜欢暗箭伤人。13. 腮骨宽大。腮骨生得过分宽大，人在面相上称为耳后见腮。有此特征的人心胸十分狭窄，为人无情无义，为了达到目的通常是不择手段，一旦出现利害冲突或身处困境之中时，会为了求生存而不顾他人死活，可说是最凶狠的小人。14. 两眉短而淡。这种人城府很深，且心机较重，报复心理强，爱在背后使诈，多出薄情寡义者，切不可与这种人合伙做生意。15. 眼神游移不定。眼神游移不定，常常斜眼看人，这样的人通常心态不够端正，有小人之风。假如再配上3白眼、4白眼或3角眼的话，其人更是心胸狭窄，为人奸猾，不够宽厚大气，办事更是假公济私，心狠手辣。此外，眼睛一大一小的人也不好交往，其人城府极深，而且容易给人使坏，最见不得别人比他好。一旦别人超越了他，他就会想尽办法在暗中给你做手脚。16. 鼻尖无肉，鼻梁起结。鼻子瘦削，鼻梁骨突出且中间起结，这样的人通常心地狠辣，自私自利，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，比较工于心计。假如再加上鼻准内弯呈倒钩状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鹰钩鼻，这样的人更是内心阴暗，心思深沉，且有强烈的报复心理，千万不能得罪他，否则必会加倍讨还，而且手段阴狠。17. 鼻歪，人中不正。鼻子生得歪斜且人中不正的人，大多心术不端，办事喜欢走偏门，爱在人后搬弄是非，也属于小人之列。18. 断掌，同时食指下方有井字纹。这种手相导致的小心眼着重在钱财方面，这种人对钱财会非常的斤斤计较，他也许会捐100万给孤儿院，但是若跟他做生意，5块钱也一定要算清楚。也因为这样分明的态度，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也小有钱财，他会将所有该支出的项目都算得清清楚楚，即便是捐款，也可能是因为这项捐款可以赢得好名声，而这样的好名声则可以为他再赚得更多的财富，所以想从他身上捞到好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拥有好运的人生是由多个机会组成的，但是机会是贵人给的，所以我们会十分珍惜自己身边的贵人，而对于我们身边的伪君子，也是绝对不能手软的，一定要尽早清除。小人的脸上虽然不会有我是小人这几个字，但是我们可以从面相、手相的角度分析出来，对方是否是阴险小人。在面相当中，人中也是13部位之一。
人中的形状不一样，长短深浅都预示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人中，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、儿女运等。那不同的人中面相运势如何呢？大佬今天来告诉大家。由于人中在男人和女生身上所代表的含义不同，所以大佬分开为大家讲解。一、男人6种人中面相。一、男人人中长，运好，身体强。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、生命力强弱和生育力的高低。如果男人人中身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肾气充足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生命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旺盛，一生的运气较好，为长寿之相。而若是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短窄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，生育力低下，缺乏子孙运，运气也不会太好，晚年孤独而困苦。二、男人人中长了一粒火疙瘩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有火疙瘩的话，这种跟身体好坏关系不大，很可能是因为上火所致。但若是长期一直存在，一直消除不掉的话，这种属于肉质，或者是长有黑痣的话，这是一种肾气不足的表现。在夫妻生活关系方面不够和谐，夫妻关系容易产生矛盾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为了子女一辈子操心劳神，辛苦不停。三、男人上狭下宽的人中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上窄下宽的话，这种人中相属于典型的幸运之相。长有这种人中的男人一般出身不是很好，从小容易吃很多的苦头，不过也慢慢培养出了坚毅的个性和毅力，做事坚持，性情也比较刚直，做事认真，任劳任怨，敢做敢当，不惧怕失败，往往能够白手起家，年龄越大运气越好，事业发展也会越顺利，能够惠及子孙，晚年大富大贵。四、男人人中太宽的人。很可惜，命相学上说，如果男人的人中沟绪长得过宽过平的话，大多数的男人皆为如此。这种男人一般个性非常的急躁，性格也比较的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智慧和谋略，行事比较冲动鲁莽，平时总是大大咧咧，做事火急火燎的，容易把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搞砸，人际关系不太好，子孙缘分较浅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晚年很难享到子孙的福气。五、男人人中有横纹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长有横纹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和脾气往往不太好，特别的任性，做事随心所欲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说话没有分寸，特别的伤人。而且人中有横纹也代表着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尤其是给女儿的关系比较僵持，操心不断。这条纹在相学中也称通奸纹，长有此纹的男人婚姻运往往不太好，结婚比较困难，即使成婚，婚姻也很难幸福。六、男人人中部位不长胡须。人中不长胡须的话，在相学中也称人中无须。这种人大多自视非常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，富有正义感，喜欢打抱不平。换个说法说，也特别的爱管闲事，无论做什么都有种精力不济的感觉，很难保持长久的坚持力。遇事总是犹豫不决，缺乏决断，行动力不足，很难一块合作做生意，与父母关系不太好，经常容易惹是生非，让父母操心不断。二、女人6种人中面相。一、人中身长宽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得身长而宽阔清晰的话，代表着肾气充足。这种女人一般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比较强，
俗话有云，人中长且宽，子女排成班。这种女人往往子女运比较好，而且性格温厚，善于教育子女。子女身体比较健康，而且长大也比较有出息，晚年富贵有福气。2. 人中窄窄一条缝隙。如果女人的人中窄细，看上去就像一条细线和缝隙的话，这是一种明显的肾气不足的体现。身体免疫力比较差，体质偏弱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子女缘分淡薄。相书中有云，人中一条线，有子也难见。这种人中的女人容易出现流产等现象，想要孩子的话比较困难。即使有了孩子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比较差，智力和身体都不够好，学业运比较差。3. 人中一个小窝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看上去就像一个浅浅的小窝的话，这种人中的女人比上面讲的那种人中如一条细线的人会强一些，身体素质也会好一些，但也只是相比较而言，并不会好太多。俗话说，人中一个窝，有子也不多。这种女人的生育能力也偏低，即使有孩子也不会有太多。4. 人中有痣的女人面相。老话常讲，面无善痣，而人中属于人面部任脉和督脉的交汇之所。如果女人的人中正中间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生育能力比较差。这种主要分为2种情况，一种是人中浅窄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体质非常差，生育比较困难，而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，夫妻生活方面不太懂得克制。而另一种情况指的是人中身长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也比较强，不过私生活方面却比较的放纵。5. 人中偏斜处有痣的女人面相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正中间微微偏斜的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对于婚后的生育能力影响不是很大。不过长有这颗痣的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爽朗和洒脱，为人心胸开阔，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。而这颗痣如果长在人中正中的偏下方部位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对待感情不够专心和专一，婚后生活不太检点，严重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状况。6. 人中偏斜的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长得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体质偏寒，而人中歪斜且弯曲的话，这种女性大多属于宫寒比较严重的体质，怀孕起来比较困难。人中偏斜的越严重，代表着身体患上疾患的几率和程度便更深，而且很难治愈，长期饱受病痛方面的折磨。这种女人年轻时对自我比较的放纵，对待男女之事方面也不懂得节制。其实任何的命相学都是供人们参考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。现在人们的运势好坏受多种因素的制约，比如一个人的八字命理，一个人居住的屋宅风水、办公环境以及接触的人和事、流年的情况等等。只有综合分析，才能更准确地了解自身命运。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痣，这些痣代表的意义不同，其人的命运也有所不同。大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18颗富贵痣，有这些痣的人会一辈子享福有钱，生活无忧。1. 小臂内侧长痣。通常小臂内侧长痣很容易被疏忽，但是这个部位长痣在相学上是一步登天的意思，终身都会有十分好的财运。小臂内侧长痣的人从出生起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，终身中不止很少遇到大磨练或大艰难，而且还能常常得到贵人的相助。他们很少与身边的朋友计较一些小事，总是乐于去协助处于窘境的人，常常为身边的人带来满满的正能量。这样的人在工作中常常开展得比较顺利，事业不只可以一步登天，
收入也会越来越可观。2. 背部长痣。背部正中央有痣的人，终身顺风顺水，多是富翁命。这类人天生运气好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很顺利。例如能潜心在某个范畴钻研，不只能成为该范畴的佼佼者，而且能够凭仗该范畴赚到钱财，成为一代富豪。3. 腰上长痣。相学上说，腰上长痣的人多是腰缠万贯，这类人属于命中藏财，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报答，且报答多多。这类人的生活好事多磨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事业上有贵人协助，可以升职加薪，就算有小人出没，也能被贵人所化解。工作关于他们而言都是比较轻松的，平常有投资也总能赚到不测之财。4. 臀部长痣。在命理学中，屁股后面长痣的人是官运亨通，财富无忧的。屁股上长痣的人一辈子平安，无灾无难，有福气。这类人适合从政，终身官运亨通，且容易得到权力。但需留意的是，臀部有痣的人性格会比较急躁，掌权后记得要先坐稳。5. 头顶发中有痣。头顶发里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由于前世的功德善业，导致今生能够得贵人帮助，且能够存财，甚至能够收藏到一些宝物。如遇到困难，即使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，或者出事之后衣食无忧，别人要奋斗几十年，而你一出生便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。6. 后脑勺有痣。后脑勺头发里有痣的人，说明有一定的贵气，有将相之才，有朝廷显贵之命。后脑勺有痣的人比较适合从政或从军，天生是吃官粮的人。7. 眉中藏痣。长在眉毛中但外观可见的痣称为草里藏珠。以聪明来论，这种相里的人确实聪明。眉毛里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会得到贵人相助。暂且不论是贵人提拔还是贵人辅助，总之都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。事业上甚得长辈器重，婚姻也会很美满。8. 耳朵有痣。耳朵代表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运，耳朵上有颗痣代表聪明、善解人意，同时也代表肾气比较足，并且涵养力颇深，学习能力强，对于深奥学术有很好的理解力。耳朵上部有痣的人一般从小聪明伶俐，耳朵下部有痣的人财运佳，耳朵眼内有痣的人寿命长。9. 肩部有痣。肩膀上长有痣，说明此人挑重担，在工作中往往担任着重要角色，负责重要工作，不容易轻松生活，能够担任领导或管理之职，能够管理好下属，是一个难得的管理之才。这个位置有痣的人，在有一定能力之后，可以尝试自己创业。10. 胸部有痣。胸部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是个有福运的命，能掌握经济大权，会有很多幸运围绕着你。胸部有痣表示此人头脑灵活，善于经商，财源旺盛，痣越大越旺财，一生富足有余，而且子女聪明才智。11. 手心有痣。手心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衣食无忧。手背有痣的人，说明颇善于理财，且会是一个占有欲较强。这种人是个能力强的治理者，属于心思缜密、计算精确之流。这类人最适宜当工程师、法官或者会计师等行业。12. 膝盖后窝有痣。膝盖后窝有痣的人能够享受晚福，不仅能得子孙环绕，且能够得到他人的关心，晚年幸福感较多。男女都特别善于理财，男人更是富裕不为金钱发愁。如果女人在右膝盖上长了痣，宜晚婚。13. 脚底有痣。
脚底有志的人能管理下属，可获得朋友的拥护和支持，事业会有所成功。脚底有志代表该人聪明，有特殊天分及才能，是所谓的封侯戴相。这类的人可以做地方之长，统领一方，像安禄山节度使脚底就有长痣。14. 眉上长痣，特别是眉尾正上方挨着的痣，这是富痣。只要是挨着眉上边的痣，都比眉下边的痣好。我一个朋友鼻小眉散，怎么看都不是有钱人，但就是肩门细平，眉上生痣。他娶了一个长相一般但很能干的老婆，诚然在他发迹的那几年，他老婆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完全让他能放开手脚做事，这就是正确的选择得到的发展机会。15. 下巴之痣，地格之处为田窄，只要不是达到嘴角边的痣，而是下巴范围偏中的痣，就算是福运较强的，整个家业家运都不会差。如果有这种痣却还没发财的人，随着时运的发展，痣上生出3根以上的毛，则是财富很快就积累出来的预示。16. 鼻尖鼻头侧有痣，鼻子的这2个地方有痣的话是富贵痣，鼻子是一个人运势和财富的外在表征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鼻头比较圆润，整体线条流畅，山根没有向下扁平的话，代表你的财运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说鼻尖和鼻头侧长了痣的话，就是在你的入财口打了一个标记和增加了通道，会让财运更快被你所吸引，是给你带来富贵的特点，一定不要点掉。17. 大拇指有痣，大拇指长有痣的人非常具有理工科的思维，非常的理性，以及具有非常大的毅力。做一件事不会想着退一步都可以，而是一定要达到自己原先的预期。如果当时不能达到，你会按照实际情况选择第2项，但是第1预期一定要达到。1个月、3个月、3年都是要达到的。所以拇指上的痣就是你的富贵痣，是你财富的进口，千万不要点掉。拇指有痣会让你有必胜的心思。18. 肚子有痣，肚子是相学中的一处聚宝盆，肚子上的痣也被称为宝富痣，衣食无忧。在肚脐附近有活痣的人，不仅子女缘深厚，多生贵子千金，命里更带财，而且心胸大度，人缘极好。就算出生贫苦家庭，也能通过后天自身努力，加上贵人的提携，不仅自身容易白手起家，更能带旺身边人好运不断，共同富贵。大佬最后提醒大家，无论是做什么，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。好的志向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志向就一定会怎样，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只要一说到手相，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命线、感情线和智慧线3大主线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在手相学上，这3条主线确实是可以反映出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，比如人的财运、赚钱能力、人际关系、感情好坏等等。可是除了这3条主线所反映的信息以外，还有手的大小、形状和其他一些特殊纹路，也同样代表着很多的含义。就好比大佬今天要为大家讲的3种眼睛纹，虽然都是眼睛纹，命运却各不相同，有2种暴富，还有1种却是暴穷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接下来大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3种纹路。1. 拇指眼睛纹，夫子眼凤眼纹。凤眼纹位于大拇指的中间指节纹上，由2条闭合的线纹构成，形成像丹凤眼一样的图案。凤眼纹的形状越像眼睛，越有福气。长有凤眼纹的人乐于奉献，大爱无私，拥有和谐恩爱的婚姻感情生活，是一个好老婆、好老公。
要是右手拇指有夫子眼，食指有三约纹，则是大吉之相，富贵无边之人。这位女士的手相夫子眼清晰，手上多吉利符号，也是很难得的吉祥如意手相，后富无穷，于事不吃苦。2. 拇指眼睛纹，佛眼纹。有人常常会混淆这两种拇指的眼睛纹，以为是同一种，其实不然。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2节，手掌虎口之上，呈一个眼睛纹或者几个眼状纹。手相此纹表示此人极为聪明，有相当高的智慧，因此佛眼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才华，往往名誉清高，美名远扬，属于才华先有，厚德富贵之人。3. 生命线上眼睛纹，往往属于运势极其缺乏之人，今生注定要事业无事业，要夫运无夫运，要健康无健康，倒霉一辈子。老来还没有子女福气可享，属于一生都大穷大贱的命格。手指中间漏财，一点点钱财也守不住，更加贫穷。智慧线短直，说明性格直，不懂察言观色，也是比较愚笨，注定没有工作运。感情线驳杂，婚姻争吵不断，感情很差，心情低落。除了上面这3种眼睛纹，我们手上还有对很特殊的纹路，通过这些特殊纹路也能了解一些命运信息。接下来大佬总结了几种比较罕见的，给大家介绍一些，不妨参考了解。1. 美鹿纹，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，而且都是偏斜成横纹状的三角纹。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，就是美鹿纹。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、坤宫或艮宫等区域，纹路清晰深刻，象征着吉祥与富贵。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，通常家境优越，一生物质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福泽深厚，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，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，过得舒适自在，有一定的学习机会，见解非凡，长大能够大有作为，飞黄腾达。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，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越父辈，也是光宗耀祖了。而且有这种掌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，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，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，也就是说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，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。2. 金花印纹，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，是为金花印纹，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。有时说纹带金花印立身，此生富贵不忧贫，男儿指日封侯相，女子他年国内人。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，尤其是享社会名气，受人尊敬，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。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，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，还寓意无比吉祥，代表人的贵气。在古代，若是男人拥有，必然可以做大官，一登龙门，身价100倍，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、上等人。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，必然可以嫁入侯门，飞上枝头当凤凰，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。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，这种手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。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，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，女人生此纹可成贵妇。3. 千金纹，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、事业线，有手掌根部向上延伸，超过了智慧线，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。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。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，同时还乐善好施，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。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，就要看此纹。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一生享尽荣华富贵。
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，必能早年就发达，前程似锦，家中财源滚滚，富甲一方。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，文欲千金直上加。设使少年人得此，前程富贵有人夸。需注意的是，脾气切不可暴躁，否则必冲毁前程。这种人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，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，前途不可估量。一生衣食无忧，生活殷实，财运不断，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。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脾气不好，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。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，未来财运会更旺盛。4. 三奇纹。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，通常可分为2种，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。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，可多方面发展事业，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。女性主干练持家，夫旺兴家，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，男性主先成后败，女性主到老孤独。另一种是事业线、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。如果掌中有此纹线，其人会名利双收，具有事业潜能，很是了得，绝非凡品。其人的成功与著作、社交或口才有关，如作家、律师、教授等。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？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，婚姻和谐美满；2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，纵使危难当头，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，成功转运。3奇便是横财加身，富贵吉祥。3奇纹明显的人，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。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，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，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，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。此生要官有官，求财得财。有3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，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，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。他们敢于承担责任，经得起大风大浪，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，最终会因努力不懈，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。5. 宝运纹。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，如月晕一样，就是宝运纹。月为阴，主钱，故此纹主经营得财，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，一圈又一圈，一波又一波。宝运纹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，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，往往能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家运亨通，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，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。如果宝运纹像铜钱形状，则家中有食有财。通常掌中生有宝运纹的男人，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，升官发财比较容易，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，能够富贵双全。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，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，所以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。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，但是不要忘了，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，一切都是辩证的。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，震为雷，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，亦会有大灾相随，一生运势波澜壮阔。宝运纹因为利于事业，所以女人拥有宝运纹往往不以吉论，会很不利婚姻，多有3婚不止的倾向。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前宫，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。当然，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，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，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，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。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，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。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
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终究靠自己打拼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